蓝曦臣从屋子里走出来，沉默半晌后对蓝忘机道：“忘机，你决定了？”蓝志基点头，双眼紧紧盯着蓝启仁的房门，目如淡然。那他知道吗？蓝曦臣问道。明言蓝忘机微微低下头，沉默半晌后哑然道：“我不知，但他说想留在云深不知处。”蓝曦臣叹了一口气，片刻后电望才抬起头，直直看向蓝曦臣，一字一顿认真道：“兄长，我心悦他，哪怕他不知、不解、不愿，或是厌恶，或是逃避，也无所谓。我愿护他，并非是妄想得到回应，只愿他做尽一切想做之事，身后有我。”那人说这话时，目光如往常一般平淡，像只是诉说了一件很平常的事，理应如此一般，也对身后数十道好奇目光毫无畏惧，毫不羞愧。没想到听完这段话后，魏无羡猛地转身，不顾身后的人在说什么，狂奔着冲了出去。可他跑着跑着，脚步又慢了下来，最后在云深不知处漫无目的的乱逛起来。方才魏无羡听着还觉得纠结，昨晚还跟自己睡在一起，甚至还抱着自己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有了心上人，还为那个人受了罚挨了戒尺。但听到后面时，魏无羡便开始思忖，仔细回想蓝忘机2个月以来的照顾，见魏无羡没吃饭，为他带最爱的辣菜，为他范家规编字改赋，范家规对他网开一面，对他温柔，抱他睡觉。而除了同为男子之外，魏无羡和他几乎是完全相反的2种不同性格，但他们在一起却很合拍。和蓝忘机在一起是和江澄聂怀桑在一起不同的感觉，好像虞姬生都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人，做事有条不紊，又踏实有可靠，徜徉也好看。好像这心上人若是自己的话也不稀。况且这3个月以来，魏无羡从未在蓝忘机身旁看到有任何旁人接近，那蓝二公子的心上人自然也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。魏无羡隐约觉得是自己，可又不敢确认，怕是一厢情愿，怕是自作多情，怕失望又怕尴尬。魏无羡正思忖着，远远的见着西尘走了过来，行了个礼，他连忙问道：“泽无君，蓝湛他在哪？”蓝曦臣告知方向后，本打算离开，但思考了一瞬，还是叫住了魏无羡，斟酌好久才开口：“魏公子，你觉得智机如何？”魏无羡愣了一下，似乎是没想到那人会把自己叫住问这个问题，说道：“蓝湛很好，翻角角君子，则是明珠最为名义之理。那你可知忘机此次所犯何错？”蓝曦臣又问道。“我略有耳闻。”魏无羡慌乱了一瞬，道：“是因为蓝湛的心上人吗？”蓝曦臣看着他的眼睛，意有所指道：“是。魏公子可有听说过上次那人说想留在云深不知处？”魏无羡心头一颤，顿时明白了所有的事。蓝曦臣看出他的神情变幻，下一瞬眼神又瞬间清明，笑了笑又道：“魏公子，忘机从小便是很执拗的。”第2日，魏无羡早早的就起来了。魏无羡迅速洗漱完，火急火燎的就出了门，刚走没几步，就看见前来叫他起床的蓝忘机。那人一身白衣，飘然若仙，琉璃色的眸子在看见他的一瞬间亮了起来。他连忙快跑几步扑上去，就抱住了蓝忘机，蹭了蹭那人的胸膛，笑道：“没想到早上起来第一个见到的人就是你。”蓝忘机顺势抱住了他，理好了怀里人因跑得太快吹乱的头发，才道：“怎样？”魏无羡笑意更深了些，唇瓣凑到那人的耳边，低声道：“不怎样，真好。”说完还轻轻地向里吹了一口热气，然后笑着看见那人的耳朵迅速地红起来。他太喜欢这样的蓝忘机了，一时忍不住踮起脚亲了他一口。亲完还装作若无其事地问蓝忘机为什么这么早来找自己。江宗主到了，在和叔父讨论江婉银的事。蓝忘机如是说道：“原来是江叔叔到了，蓝湛，我们也快去吧。江叔叔一定会同意咱们俩的事的。”魏无羡一把拉起那人的手，缓缓地向外走去。蓝忘机看着2人紧紧相握的手，眼眸不禁闪烁一阵，而后无声地收紧握着的手，把那人的手完完全全抱紧自己的手掌里，再不放开。他这么早来找魏无羡也有另外的原因，他担心，怕那人只是一时冲动，怕那人今天便会后悔，怕那人从此远离他，怕那人离开。但在见到魏无羡看到他后眼中闪过的欣喜后，那句“你若后悔，我可一力承担”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，
更何况那人也不像要反悔的样子。既如此，那便不说了吧。到了之后，发现不止江丰眠在，金光善也在。见两人已到，金光善就告了辞，先前两家已商讨好退了亲。魏无羡心底没什么波澜，他一直觉得那金孔雀是配不上江厌离的，他师姐值得世界上最好的人。思想归思想，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说这是的好时候。魏无羡和蓝忘机见了礼，就坐到了椅子上。蓝启仁先开了口：江宗主，昨日传书我已将情况告知，不知江宗主对此事有何看法？魏无羡心里紧张，这蓝老头早就看自己不顺眼了，想来传书也不会说自己什么好话，怕是什么江家首徒成日不思进取，顽劣不堪，还妄想染指自己的爱徒，也不知道江叔叔会怎么办。